因为参加 vivo X200手机发布会，最近有欧洲的奥地利人前往中国的北京和深圳。奥地利标准报刊登了他写的所谓中国生存指南，里面大部分内容还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错得离谱的地方。比如中国禁止了谷歌数十年，因为在西方就是这样宣传的，实际上是因为当年谷歌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只遵守美国的法律，所以谷歌自己决定不到中国内地开展业务。脸书之类也是如此。让人大跌眼镜的反而是评论区，这也反映出西方人的自大以及无知。不过他们也在为此一天天付出代价。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欧洲人写的所谓中国生存指南吧。生存指南，前往中国的小贴士和应用程序，没有中国防火墙的互联网，支付解决方案和日常出行工具。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不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中央帝国的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位居世界第4，还因为中国的国情，14亿人生活在专制的一党制国家里。这个国家对互联网上的内容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例如谷歌几十年来一直被封锁，因此很难访问这家美国公司的在线服务。此外，还有其他障碍，现金已成为稀罕物，但西方信用卡的接受度却很低。此外，其他语言和文字也造成了交流障碍，即使在城市里，精通英语的人也很少。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居民一辈子都无法跨越这些国家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在中国也可以过得去。在 vivo X200手机系列发布之际，我们在北京和深圳进行了一次旅行，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份小小的生存指南。入境，本指南以好消息开头，自2024年3月中旬起，欧盟公民可以免签进入中国长达15天，这既适用于因私访问，也适用于商务旅行。如果停留时间较短，这就省去了以前从大使馆或领事馆获得签证所需的大量工作。不过，抵达后仍需填写入境卡，其中要说明您可能住在哪里，是否有当地联系人，以及您将何时搭乘哪一班飞机离开。你还需要扫描面部和指纹。上网，以下几乎所有提示的基础前提都是有网络。幸运的是，只要你有一部支持虚拟手机卡的手机，就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许多供应商都提供经济实惠的优惠。这些服务从一定时间内的固定流量到无限流量不等，后者通常适用公平使用政策。根据该政策，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下，带宽会被截留，直到使用日结束。通常这涉及漫游手机卡或通过 VPN 连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绕过中国防火墙，也可以使用本地物理手机卡来使用 VPN。例如，抵达机场后在那里购买。从理论上讲，使用 VPN 绕过防火墙，毫无疑问不受法律保护，但在实践中，法律并不适用于外国人。迄今为止，尚无外国人因使用 VPN 而被起诉的案例。只有在新疆和西藏这2个政治敏感区发生过个别逮捕事件，不过这些案件只涉及中国公民。原则上，政府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因为他知道禁止私人 VPN 会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使用旅行虚拟手机卡已经司空见惯，当然风险自负啊。配图说明，电动摩托车已成为中国城市街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企业来说，情况则不同，当局在这方面采取更严格的做法，但企业可以申请使用 VPN 的授权。国家电信运营商，比如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相应的服务。不过，这与单个游客无关。不过，一些酒店允许外国游客通过 WiFi 不受限制的上网。任何订购虚拟手机卡的人都应在出发前在其手机上进行设置。这一过程需要互联网连接，可能会受到中国防火墙的阻碍。虚拟手机卡存储在设备后，你只需在抵达时激活，必要时开启数据漫游，宽带连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电子地图，上网问题解决后，就该准备必要的应用程序了。地图服务当然有助于你找到周围的路。
谷歌地图和开放式街景地图客户端本例中为有机地图客户端的组合，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本例中为有机地图，这两种地图都可以提前下载旅行目的地的地图，以便在现场更快的使用，必要时也可以离线使用。这两种服务的景点、商店和其他兴趣点的条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不完整。不过，在其中一个应用程序中找不到的目的地，很可能会出现在另一个应用程序中。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您要找一家小餐馆，你可能会在谷歌地图和开放街道地图上一无所获。如果你能用汉字抄写店名，百度地图就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百度地图就像谷歌地图的中文版，因此更新非常及时。不过，安卓应用程序必须使用直接从百度网站下载的安装包进行安装，而且由于缺乏翻译，即使是基本操作也需要一些练习。该应用程序也可以在谷歌应用商店下载，但欧洲用户无法下载。由于苹果公司的服务在中国没有被屏蔽，苹果手机用户可以使用苹果地图。只要你在中国境内，它就能提供最新、最详细的数据。不过，苹果公司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被显示为中国一部分的原因。实际上，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岛屿，实行民主治理。虽然许多国家与台湾政府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并以商务办事处的形式维持着存在，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正式承认这个岛国的独立地位，其原因是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将台湾视为叛变的省份，并威胁与承认其为国家的国家断绝关系。翻译：如果您不懂普通话或广东话，在中国就只能使用翻译工具。如果您想阅读标识、菜单、配料表和其他内容，谷歌翻译器是个不错的选择。苹果用户当然可以使用苹果翻译软件。原则上，这些工具也可以用作对话辅助工具，不过此时建议使用 DeepL 作为替代。这通常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从而避免误解。在现场测试中，口语句子的翻译工作也很顺利。经验表明，如果在交流过程中出现停滞，许多人都会给予极大的帮助和耐心。付款：虽然理论上现金在中国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却很少被接受，特别是在城市，现金几乎已经绝迹。而根据外籍人士的经验之说，在中国农村也很少使用现金支付。至少在有手机信号覆盖的地方是这样，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手机信号。正如开头提到的 ，Visa 或万事达等西方信用卡并不是到处都能使用。国际连锁酒店通常接受信用卡，但即使在那里也不能完全保证。原则上也可以从中国银联获得带有充值额度的预付费信用卡，不过这需要在银行进行个人登记，因此并不适用，尤其是对于短期停留而言。不过，即使这样，对你也用处不大。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腾讯运营的微信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几乎随处可见。您可以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中找到这两款手机 APP， 它们允许你绑定西方信用卡，并在中国使用它们进行支付。绑定信用卡需要出示护照。虽然支付宝可以在国外顺利设置，但使用微信时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收到前面步骤中顺利发送的验证码到你的手机。不知什么原因，只有在中国网络上漫游时才能完成这部分操作。几乎所有零售商都接受使用支付宝及微信付款，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只能用其中一种付款方式。有两种支付方式，零售商扫描手机的收付款。在这种情况下，您只需在手机显示屏上确认付款金额即可。大型商店和购物中心通常采用这种方式。您也可以自己扫描零售商的二维码，然后输入金额。在街头小贩和小商店那里经常这样支付。重要提示：无论您是直接使用信用卡支付，还是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您都应将在中国逗留的情况提前告知自己的信用卡提供商，并确认收据，这样可以避免因怀疑欺诈而拒绝付款，或信用卡突然因同样原因被冻结。交通出行，这里只能提供非常一般性的建议，因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所在的地区。在较偏僻的农村地区，你必须乘坐火车和公交车，以及公共汽车、出租车和传统出租车。在城市，
也有各种公共交通系统。不过，对于外国人来说，最简单、最便宜的选择，通常也是滴滴网约车。它基本上等同于中国的优步。微信和支付宝中都已集成了直接访问该服务的功能，使用非常简单。您可以选择目的地和所需的交通工具，从等候时间稍长的折扣出租车到豪华快车，应有尽有。必要时在地图上修正自己的位置，然后收到司机的车牌号、车辆描述、他的照片和姓名，然后就可以在地图上追踪司机的行踪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除优惠价格外，其他资费都是在开车前支付的一口价。室内网约车费一般相当于 1.5 至4欧元，但按照欧洲的标准，即使是较长距离的路程也相当便宜。例如，从深圳市中心到机场约40公里的路程，只花了相当于8欧元。德国知识补充下，在德国，比如说40公里的路程，如果是打的的话，大概相当于70到80欧元，也就是相当于深圳的10倍。好，我们继续往下。在此还应指出的是，微信基本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其功能远不止支付和叫车，它也是 WhatsApp 式的信实，并集成了无数其他服务和应用程序，从住宿预订、二手买卖到网上购物，不一而足。中国公民还可以用它来缴纳煤气费、水电费，并使用电子政务服务。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精彩纷呈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很多好建议，很遗憾，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去。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你必须在逗留期间考虑到很多事情，而且不受干扰的假期总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你要知道，在欧洲度假，比如说我想到巴黎和伦敦，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技巧和努力，是非常容易的。下条评论，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其他事情都很可怕，而不是为旅行做准备的事。我们继续往下，情况并不像当初看起来那么糟糕。在大城市，你会感到比欧洲更自由，到处被拍照，而且有完整的活动记录。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另一种选择，到台湾来吧。下条评论，到一个非人的独裁国家旅行就是这样咯。好，我们继续往下吧。关于手机，截至2024年6月，据我所知，在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可以买到手机卡，然后购买最便宜的华为手机，安装在中国逗留时需要的应用程序。如果没有 WiFi， 也可将其用作自己智能手机的热点。不要再从外国带来中国的手机上安装任何中国应用程序，在家中先安装、测试好你的 VPN。注意在中国并非所有 VPN 都能正常工作。我们看下条评论吧。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在中国需要的 APP 呢？下条评论，首先，许多应用程序无法在正常的应用程序商店中找到。其次，中文应用程序可以更改设置，使某些功能无法正常运行。第三，因为中国对许多事情进行监视。德国知识补充，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大约2年半前，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当时德国有关部门建议所有前往中国的德国人不要带自己的手机前往中国，而是买一只便宜的新手机，只在中国使用，离开中国前销毁这个手机。德国方面说这样可以避免被中国监控，因为中国政府无法获得更多数据。当时我就觉得西方人这种草木皆兵的行为异常可笑。另一方面，西方人都使用美国的平台，所有数据在源源不断免费输送到大洋彼岸，对此他们却无动于衷或者不自知。你看，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除了美国，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真的不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继续往下。我非常认真地问，你害怕被监视什么呢？下条评论，感谢您提供这篇有趣的文章。美国不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3大国吗？然后这位网友跟贴道，中国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中国的国土面积为 938.8 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台湾，位居世界第2，其次是美国 914.7 万平方公里，和加拿大 909.3 万平方公里。
德国知识补充，好像我们地理学的中国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哦。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自愿计划去独裁国家度假的人，理应在那里惹上麻烦，理应遭受当地人每天都要忍受的一小部分痛苦，就像在宗教或宗族势力主导政治的国家一样。如果对你来说，在土耳其度过一个廉价的假期，或者去中国进行一次文化熏陶之旅，比民主的态度更重要，那么我对那些在那里一败涂地的人毫无同情。好，下一条评论。我在这里践行我的民主态度。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承认并非每个国家都希望像我们那样生活和治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习俗和其他形式的法律。每次去这些国家旅行，我都会收获很多知识、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坐在家里永远也学不到的。顺便问一下，你对那些右翼极端分子是最大党派的国家有何感想呢？只是举个例子啊。让我们继续往下。您说中国的人每天都在受苦，尽管你的想法很奇怪，但我还是建议你去中国旅行2到3周，如果可能的话，住在私人家里，这样你就不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出如此愚蠢的帖子了。下条评论。您如何看待美国及其以民主之名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也不应该去那里吧？好，我们再往下看。老兄，别开玩笑了，并不是说美国政治的马甲一尘不染，远非如此。但这些相对化的说法简直是愚蠢至极，是对那些中国政权的受害者的嘲弄，比如在再教育营中遭受残酷虐待的维吾尔族人。下一条评论。老兄，我也说别开玩笑了，您仔细观察过美军到访过的国家的情况吗？那里几代人都长不出东西，部分甚至是真的寸草不生。我们继续往下吧。好吧，那就请抵制一切中国制造或含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吧，抵制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吧，否则你的话就是纯粹的虚伪。下条评论。又是一条愚蠢的评论，被迫购买中国产品，例如许多西方产品也包含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与向共产党政权表示敬意之间仍有区别。西方经济过去和现在都毫无顾忌地与这个政权做生意，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现在都在为此买单，比如中国人在世界市场上抢夺欧洲工业，但这不是我们的错。然而，前往这个独裁政权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并与自己的良知和解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帮了我大忙的应用程序是 Maps.me， 它是一款离线地图软件，和1111 VPN。顺便说一下，免费的 ExpressVPN 完全不能用。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带着我的旧智能手机作为第2部手机，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我经常需要反复关闭 VPN， 例如用支付宝点餐，但同时也使用翻译软件，而支付宝和微信非常耗电。下条评论。基本上，在我去中国出差时，我用的都是没有任何相关账户的旧智能手机。我们再往下。非常感谢你的政治帖子，我去过中国好几次，也是为了工作上的合作，去过很多地区，包括西藏，我从未遇到过任何问题。当然，我是用现金支付的。在空闲时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宗教、艺术等巨大宝藏上。我看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景点和宝藏。你必须融入这个国家和民族。例如，当我第一次来到重庆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想和我这个白人老头拍照。超市的肉类柜台前摆满了北京烤鸭。中国最快的高速列车和干净的地铁，我们奥地利只能做梦。下条评论。我也希望德国能有一个像微信一样的应用程序，可以说是一款搞定一切的软件。如果有人反对数据保护、监控等问题，我想说，我知道这些问题，但我不在乎。我们继续往下。最佳建议，干脆不去中国，没必要用到中国度假来向这个独裁统治致敬。好，我们看下条评论。我刚刚在中国待了6周，在这里我想提出不同意见。的确，
中国人几乎只用支付宝或微信付款。但是如果您没有中国账户，每次使用支付宝或微信付款都要支付至少1欧元的交易费，视金额而定。这很快就会让价格翻倍，尤其是小额支付，比如买一瓶水。因此我基本上都是用现金支付，完全没有问题。在整个行程中，我只遇到极少数无法使用现金支付的情况，尤其是在必须直接使用支付宝点餐的餐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下一条评论：我在微信上绑定的德国银行的借记卡，在支付200元人民币以下的款项时，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定是你所在的德国银行的特殊规定吧？我们看下条评论，还是同样一个人。至于你说的在中国不接受现金，我还没听说过有谁不接受现金。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信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在使用现金，但还是会收现金的。下条评论：几年前我去过上海，还在周边旅游了一番，黄山、杭州等。《孤独星球》这本书非常有用，因为在西方地名旁边还有汉字翻译。一般来说中国人都很乐于助人，只要指一个中文名字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但要注意一些旅游陷阱。从机场打车只能从指定的停车位出发，不要理会查到和画廊的邀请。我们再往下看，中国大陆我永远不会去。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那里没有酷刑、审查、处决等，那就是台湾。我和家人去过几次，那里是一个安全的度假胜地，有很多文化和自然景观。我特别向您推荐台湾，你不必为支持一个邪恶的侵略性政权而感到内疚。下条评论：关塔那摩、美国国家安全局、死刑、种族主义、疯狂的枪支，但愿你也不要去美国。我们再往下看，台湾有死刑。下条评论：中国不，谢谢，我宁可去日本。让我们继续往下。顺便说一句，明确的说，宁可去台湾。特别是如果你喜欢道教的话，在中国的边远地区也能看到道教，但只是边远地区。道教不受国家待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常分散、混乱的宗教形式。你可以从俏皮的龙王庙和每个村庄疯狂的庙会中看到它。还有台湾南部的夜市，我推荐台南。台湾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外国人热情开放。在我看来，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下条评论：你无法将他们相提并论，是因为人。日本人非常有礼貌，举止得体。当然，日本的文化和自然也都很棒。让我们继续往下吧。为什么要去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旅行呢？别误会我的意思，中国的历史和无数美丽的建筑等等等等东西值得一游，但是去一个没有民主、人们被全天候监控的国家旅行，我在道德上持保留意见。迪拜、土耳其等国家也是如此。下条评论：有些帖子建议不要去中国旅行，在购买中国产品时，他们的态度也那么一致吗？比如中国的电动汽车。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文章的作者去了中国的什么地方？我从中国回来已经2周了，在中国的火车很准时，去深圳、澳门、广州、上海或南京，用微信、支付宝、滴滴出行、百度英语和翻译软件都没有问题。那里有很多乐于助人的好人，食物非常美味，落地签没有问题。只需短途旅行到澳门一趟，就可以再停留14天。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南方玩。好的，朋友们，本节目到此为止。你们觉得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意见如何呢？